大家好，我是面具人。昨天休息了一天啊，没有给大家做节目。为啥呢？因为我这个不做节目，手里面的币的被动收益已经是数十倍于我做节目这点广告费了。蛋糕币、香蕉币，你们都知道吧？我都已经把这些币买了不少了。我现在呢，每天就是几百美金的被动收益，而且呢，这俩币本身也都涨了，所以呢，我的收益会更高。那这个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说。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给国内朋友们的一个噩耗呀，那就是停止你们的孩子留学的事情。那在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呢，面具人想要讲一下发财心态上面的干货，年轻人如何做到财富自由，可能与不可能的选择。好，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对了，我赠送的100个香蕉币价值500美金了哟，明天就要开奖了，下个月10号之前开奖，价值500美金的 X 鱼类蛋。想要获得奖品的观众朋友们，转发今天的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能参加报名抽奖了。好，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国际新闻啊，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叶夫根尼叶宁透露，当地时间23日，一架从阿富汗撤侨的乌克兰飞机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士的劫持以后，飞往了伊朗。等于说这个飞机很有可能是被混进去的塔利班恐怖分子给劫持到了伊朗那边去了。其实乌克兰和伊朗的恩怨是源远流长的。前2年好像乌克兰的飞机还被伊朗给击落过，对吧？为什么呢？中东和南亚、东欧、欧洲基本上都是接壤的。阿富汗是控制欧亚大陆的兵家必争之地，而这个阿富汗呢，它都接壤，是控制欧亚大陆的兵家必争之地。你们别听那些洗地的人说美国在阿富汗亏钱啊，阿富汗对美国不重要了，是美国不要阿富汗的啦。这些洗脑的话纯属是擦屁股找台阶下的。先不说阿富汗的稀土矿石资源排名是世界第2的，就阿富汗的陆运权、军事纵深、地理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阿富汗不值钱，阿富汗不重要，美国也没必要霸占那儿，霸占了20几年。甚至呢，阿富汗的争端啊，兵家必争的这个故事啊，从这个1战2战都能数到前面去。所以说这个阿富汗到底有多重要？你们不要听网上的那些什么间谍五毛给你洗脑，说阿富汗啥都没有，不重要。这个乌克兰的飞机啊，它等于是接了一部分难民，接了一部分这个乌克兰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就被劫持到了伊朗去了。大家仔细想一下啊，这个塔利班的背后他是谁？不就是伊朗、中共、俄罗斯，对不对？刚好这飞机又被劫持到了伊朗去了。而且呢，还是从阿富汗的机场被劫持到了伊朗去的。你说这个事儿咋就这么的巧呢？目前来看呢，面具人我认为啊，现在世界的格局非常像2战前夕，就是轴心国节节胜利，几乎快占领全世界了。欧美阵营都被打回老家了，龟缩了，开始怀疑人生了。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剧本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希特勒、意大利、日本几乎侵占了全世界啊，英国、法国、美国都怂得不行了，对吧？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中俄、伊朗、朝鲜可不就是控制了大部分区域了，就剩下了欧洲、美洲的小部分，对不对？差这2个地方就可以控制全世界了。这个是不是和2战的剧本很相似？不过历史都是有独立性的，未来的3战是否会发生，谁也不敢妄下定论。面具人我反正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吧，先赚点钱，享受人生吧。否则呢，这个大战来了以后，钱也没花过，人生也没享受过，然后就要挂掉了。那太亏了。好，接下来给你们墙内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一个新的噩耗呀。来看这张图。在8月18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家庭教育法草案的分组审议中，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较为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和低龄出国留学等问题，造成了诸多孩子和父母长期分离，无法享受父母之爱的现象，
杜玉波委员建议明确父母陪伴子女成长的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得和子女长期分离。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文章啊，这里面重点强调了是低龄留学生不能出国，等于说就是不让小孩子、中小学这类的人出国了嘛。这里面说的很明确，无正当理由不得和子女长期分离，说白了就是不准，并且呢，面具人我去年已经给大家预言过了，共产党要搞录引制度了吧，对不对？这个文章中也说到了，农村或者地市的人，说白了就是不能去外地上学了，听懂了没？你们就是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生是什么命，贫贱也不能移。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听懂了不？大家再看好呀，现在中国人的思想限制教育、大数据洗脑无处不在，可谓是千人一面，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思维，量产型的机器人。你针对中国的这些小粉红，或者是那些很多台湾人、香港人啊，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思维模式都已经是量产的定制好的了。你对他们的思维啊，很明显就可以得到规定的答案，就是你用相同的指令或者话术去刺激他，你不用等他张嘴，他的答案你都能猜到。那这种人几乎是没有灵魂的，这种人就是机器人，跟那种安卓手机这个智能语音系统是一模一样的。你问他啥，他就给你答啥。这个大脑的思维和答案完全都是这个量产的制定好的。你说人活成这个样子可悲不可悲？你想想，你的孩子要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了以后，究竟是爱你还是爱党还是爱国？我相信你们自己可以掂量出来。这种人他究竟以后是否还有灵魂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行为，他的这个脑子的语言中枢逻辑完全都是编码好的、编程好的，完全会被特定的指令触发特定的行为，就跟那个机器人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他是爱你、爱党还是爱国，反正面具人我能确定的是，现在的中国人乃至于大部分华人都不自爱他连灵魂都没有，他爱谁？反而呢，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喜欢用躺平来给自己开脱。那么说到这儿了面具人就想说了，现在的年轻人真他娘的是日了狗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已经认命了，没有冲劲儿了，要么呢就是当狗腿子走狗，要么呢就认为自己躺平活着就行了。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现在钱不好赚了，钱都让80、90后赚掉了，机会已经没有了。其实面具人我也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抱怨过，我那时候还觉得钱和机会都让50后、60后、70后给赚走了，我们这代人就是背锅的，没机会了，完蛋了。那你看现在面具人我在国内，我在国外，我都是混到社会这个上层的顶尖的人物，对不对我在国内可能混得更牛逼一些，对不对？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我人生起起落落大起大落从头再来了好几回，但是呢我始终都可以一无所有，再从头再来，对不对？跌到低谷再爬上来。其实呀，你总觉得你这一代人没机会了机会都给上一代人拿走了，这是一种相当无能的想法，是一种自卑的体现。人类文明几千年来，任何时代都有机会，哪怕是目前在中国不让你出国，大数据监控，不给你护照，不让你干这不让你干那，你不还是可以偷偷的翻墙来看面具人的节目，做一些能挣钱的项目吗？对不对？比如 Axie Cake 香蕉币这种，天天都能让你至少挣几百人民币吧你说这不算是赚钱翻身的机会吗？其实有没有赚钱翻身的机会，有客观环境因素，但是呢更主观的是要看你自己。虽说科技时代政府的监控能力、军火能力、压制能力、洗脑能力都和古代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但是你也要与时俱进呀，对吧？如果你自己主观的认命了就那样了，那你的人生也就那样了，对吧？无非就是躺平嘛。还有，切记对自己自信是好事儿，但不要忘了
在自信的同时自省和学习。OK， 现在来说咱们最后的一个重要话题啊，那就是比特币的剧本。正如面先知我所料，请看当时的回放。如果说咱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比特币在破5万之前，散户进场的很多，那它就有可能不会破，反而呢会下杀一部分。如果说在破5万之前，散户进场的很少的话，那就有可能要靠破5万这个吉利数字来激起市场信心。等它破了以后，吸到了非常足的筹码，再下杀一波，但也不要杀太狠，套利，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这些行为都是短期的波段思路，你能想到，庄家更能想到。怎么样？我这个剧本说的准吧？比特币正如我所料，突破之前吸收的散户如果不够多的话，它就需要突破5万这个吉利数字来吸收更多的散户，点燃散户们的激情了以后呀，突破5万了，要猛涨了，大家冲呀！冲进去了以后就被庄家市场杀掉，然后回调嘛。然后来你们看图啊，比特币在突破了50500的大关以后，就忽然开始杀回马枪。你们看啊，很多根大红线一直往下刷下去，对吧？但是面具人我敢肯定啊，比特币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回调。我上期节目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市场总体还是上扬的，不会下跌太多，以至于击溃市场信心。现在反而是重铸市场信心的关键阶段。不过呢，面具人我一直不建议大家眼中只盯着比特币去看，因为很多人都在盯着比特币呢，不止你一个，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每次涨跌空多，它都是单独的概率，这就是无限的变量。你如果反复进出这些变量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亏钱。赚钱的商机并不是无限的，人这一辈子呀，赚钱的机会也就是那么几次，错过了就没有了，听懂了没？并不是说你每一次摇骰子你都能摇到6啊，更别说这个合约什么的、杠杆什么的，这个东西你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反过来呢，我们来看现货啊 ，AXS、SLP、Cake、香蕉、Axie 这些项目，它都已经被时间证明了，它们的盈利比比特币更高。这些项目都是比特币之外的项目，你们看，它们哪一个盈利没有比特币高？而且呢，单价也低，投资也小，被动收益也高。尤其是香蕉币啊，比特币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回调，可是呢，香蕉币却没受到什么打击，甚至呢还在缓慢的向上蠕动。大家来看这张图啊，香蕉币从我推的3.3美金到昨天都快涨到了5美金了。根据我画的齐天大圣 K 线，你们也看到了，这个齐天大圣 K 线显示了香蕉币一定会翻倍的。我已经在上周推荐给大家快买香蕉币了，它很快就会翻倍的。而且呢，香蕉币的被动收益非常的高，那我的会员肯定是第一时间跟我进场的啦。我的会员从入场到现在，他们的收益都是非常高的。其实这个香蕉币呀，它是老牌实力项目。你们看图啊，推特的索引指数长期前10，热度共识很高，对吧？壁虎的排名是200多位，其实能在壁虎排到200多位，那都已经证明它是强力币种了。全球这个各种各样的币千千万万呢，这个香蕉币已经做到了前200了。但是呢，大家再往前想一步啊，如果这个香蕉币上升到了前50、前60、前70的位置，那又是一个类似于 Axie 这种传奇的涨幅呀。而且我们来看，香蕉币它合作的质押的项目非常的多，还包含了潜力的第3大盘币种，比如各种各样的游戏币啊 NFT 也很多，这些都是香蕉币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呢，你看香蕉币都能够和这些项目方直接合作质押，产生被动收益，它的资金实力也是非常充足的。很多人问我，现在香蕉币还能不能上车了？
这个涨势有点太猛了。面具人，我觉得吧，首先呀，你做一个项目，你要看项目方的实力。项目方的实力刚才都说过了，老牌项目了，它存活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没问题。然后呢，你要看它的风险。首先，香蕉币交易没滑点，买卖的本身是不亏的，包括它的实力啊，这2点就注定了它是能上大交易所的。Crypto 呢，已经在启动它的上市计划了。Cake 能上大交易所，香蕉币也就能上。然后呢，你们再来算一笔账啊，香蕉币它有没有腰斩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啦，任何币种都是有腰斩的可能性的了。我们只需要去退一步想，这个香蕉币它腰斩了，我们能不能接受？首先来说，这个香蕉币腰斩的可能性啊，目前来看呢，整个加密货币大环境啊都是在上扬的，腰斩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整个市场都腰斩了，那就怪不得香蕉币了，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从香蕉的 K 线也能看出来，大家看图啊，5月19日之前呢，它也是缓慢的蠕动，然后呢暴涨了。可是呢，5月19之后呢就开始大跌了。不过呢，这也不怪它，大家都大跌了，比特币都大跌了，对吧？更别说咱们这种小币种了。难能可贵的是什么？难得的就是5月19号之后呢，香蕉币这个货它还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逆势向上蠕动。这对香蕉币这种有强大被动收益的币来说就是非常牛逼的了。也就是说，香蕉币的共识是非常强的，大家产生的被动收益也都不愿意卖，市场火爆，买盘大。所以呢，你们看香蕉币这个项目活了很久了，老牌项目身经百战了，你们都已经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啊，真的香蕉币万一腰斩了怎么办？这个腰斩了以后就是下跌50%嘛。香蕉币目前月被动收益是10%左右，那么即便是它腰斩了，也就意味着你6个月左右是可以回本的。依照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呢，到年底之前，你觉得整个市场它会腰斩吗？首先呢，像519这种币圈大地震，那谁也扛不住，比特币它都扛不住，香蕉币也扛不住。可是呢，排除这种不可抗因素，你看香蕉币在这3个月之内，它有出现过大的波动吗？它反而是缓慢的、稳步的向上蠕动呢，对吧？那这就是它实力的体现，对不对？在年底之前呢，整个大环境如果说没有出现不可抗因素的话，那香蕉币它是几乎不会腰斩的。而且就算腰斩了，你拿到年底，那你的被动收益也相当高了啊。又或者是你也可以调整你的投资策略嘛，你现在投了以后，等它涨一些你卖一些，涨一些你卖一些，等到了把你的成本收回到了差不多50%、60%、70%，那你也就不怕它腰斩了，对吧？你后面不就赚的全都是被动收益了，对吧？这些都是策略。或者呢，你也可以犹豫，就像大多数韭菜一样，低的时候不敢进，高的时候呢又去追高，甚至呢又像一些人一样，低的时候他不敢买，涨了以后呢他又盼跌下来了他再去买。就是说涨跌他其实都不敢买。总体来说呢，投资策略很重要。其实现货的风险还算是可控的，尤其是香蕉币这个币，它没有滑点，你买卖随意啊。你哪怕今天觉得跌了5个点、3个点、10个点，你把它卖了就卖了，对吧？几天下来你还有一定的被动收益啊，你也亏不了多少，1万块钱亏个几百块钱，就当请人吃顿饭，对吧？可是呀，玩合约呀，这个风险真的是不可控。如果说是能可控，也是人家机构庄家来控你，听懂了没？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博主当然排除我面具人我不带合约不带货，就是有那些什么神笔一画鼠标一点的天下霸业尽在掌中，仅凭一个鼠标就能修改未来现实走向的人这个线怎么画，那个线怎么画，然后嘞我告诉你明天是涨还是跌，他就能预测未来，他就有时间机器。
然后嘞你就跟着他买，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反着来，然后嘞你就能赚大钱啊！赚大钱，赚什么大钱了？赚什么大钱？让我想一下啊，那就是等你跳楼了以后，你儿子烧给你的钱，听懂了没？好，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的有关于香蕉币的玩法，以及我在接下来会主推的几个潜力项目的消息的，以及一些币圈的操作方式分享的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Maskman996，添加我就可以办理入群手续。如果喜欢今天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参加面具人的有奖转发活动，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至少呢，明天我会抽取1名，赠送一个不是一个100个香蕉币。下个月10号之前呢，我会再赠送1颗价值$500的 X 鱼类蛋蛋。好的，我们下期再见。